1957年的秋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18岁的尼古拉斯·艾希曼在和犹太姑娘罗泽·赫尔曼的约会过程中，为了赢得少女的仰慕，小胖子开始吹嘘起他的父亲是多么的牛逼。据这位罗泽小姐回忆，小艾希曼在约会中炫耀，他的父亲阿道夫·艾希曼曾在纳粹德国担任高级军官，负责管理多个占领区事务，并暗示其权力极大。当两个人讨论二战历史的时候，小艾希曼公然表示，德国人当年半途而废了，要是把犹太人全杀光了，那才叫彻底。另外让罗泽小姐觉得奇怪的是呢，小艾希曼始终拒绝透露家庭住址，甚至约会的时候不带罗泽回家，只肯通过第三方朋友中转联系，理由是他父亲身份特殊，需要保密。之后罗泽把小艾希曼的言论告诉了他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盲人幸存者。老头立刻引起警觉了，小艾希曼的姓氏、对犹太人的极端态度、家庭神秘性，都和之前在报上看到的以色列悬赏通缉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的特征极度吻合。他让女儿带路，找到小艾希曼的中介朋友，套出了地址，实地探查，发现房主登记的名字弗朗齐斯库·史密特正是艾希曼伪造的假名之一。洛塔尔随即向德国检察官举报，最终线索呢，经由了以色列的摩萨德确认。摩萨德的头子哈雷尔亲自带队，挑了11个特工飞到阿根廷。这帮人个个带着血仇啊，要么亲人死在集中营，要么是自己从毒气室爬出来的。1960年5月11日晚上，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蹲点，两辆车横在路边假装抛锚，等艾希曼下班的公交一到，车灯唰的一下齐开，3个壮汉10秒内冲上公交，把艾希曼拖下来，捆成了粽子塞进后备箱。然后他们给艾希曼打药，装成脑震荡患者，用伪造的医疗文件混上民航客机。等阿根廷警方反应过来，人早就在耶路撒冷吃牢饭了。2年后，艾希曼被执行绞刑，骨灰直接撒进地中海。用摩萨德的话来说是别脏了犹太人的土地。这种追杀不是个案。赫伯兹·希库尔斯，外号李加图夫，在拉脱维亚枪决3万犹太人后逃到南美。1965年，摩萨德设局把他骗到乌拉圭街头，当众枪决。1977年，以色列总理贝京上台，直接列了张纳粹通缉榜，前9名全是集中营医生、盖世太保头子这种血债累累的玩意儿。那个艾希曼，他的助手叫布鲁纳，挨了2回邮件炸弹，炸瞎了眼睛。可是摩萨德放话了，只要他还喘气儿，我们就接着送炸弹。这摩萨德的手段真的是实用主义到了一点包袱都没有啊！一边追凶，一边居然还招安前纳粹当打手。党卫军工程师劳夫曾经发明过毒气车，转身成了摩萨德线人，定期汇报叙利亚军情换钱花。还有党卫军中校斯考泽尼被派去埃及刺杀帮纳赛尔造火箭的德国科学家，理由是这逼养的打仗够狠。你看犹太人把复仇和利益分得门清啊，该偿命的追到天涯海角，能利用的呢也不假清高。那同志们，我们再回头看看最近这几天帮隔壁综上编排出来的仇恨教育的指控，已经不是觉不觉得滑稽的问题了，是让中国人发指啊！我们拍一部抗日电影就哭天喊地的说煽动暴力了，那摩萨德跨境绑架算什么呀？国家恐怖主义吗？可西方媒体当年怎么夸的呀？正义的审判，迟来的公道。那该不该记住仇恨是你们这帮脑腔塞满东洋排泄物的类人垃圾说了算吗？摩萨德杀纳粹追战犯都冲着刽子手去的，整个西方世界包括德国拍手叫好，一点人道舆论包袱都没有啊！我们拍个电影贴着龙标，小心翼翼的供应，连当年惨况的1/1000、1/1000都还没触及到呢。整个中文互联网上就能凭空出现那么多屁话，还一堆复读机版本，几十上百个号乌泱乌泱的冒出来带节奏。他妈中国仇日袭击越来越多，玩什么虚空打靶呀？深圳日本人学校案，苏州日籍母子遇袭案，再加一个放嘴里嚼了10几年都嚼得稀烂的游行所，你再数几个出来我看看呢？把极端个案混淆成社会常态，你们是信手拈来啊！
而且我们公家抓人判刑一点儿没含糊过吧？东京大铁棍子袭击中国人那档子事儿，日本警方到今天都还没给交代清楚吧？这要我看，咱们这仇恨教育这么多年教下来不怎么成功啊！药妆店不是遍地开花吗？哪个城市的谷子广场不是人头攒动啊？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道留学旅游的中国人，哪个不是在你们这帮人所谓的仇恨教育的环境下长大的呀？就南京照相馆，他真教人仇恨了吗？我看正好相反吧。那些小孩子们看到主角为了救人被迫反抗，他们应该只会悟出一个道理吧：善良是需要尖利的牙齿的，和平是需要强大的武装的。只要别对准无辜者，就足够你理直气壮了。吊死艾希曼的绞刑架下面，犹太幸存者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复仇是为了以后不再有人需要复仇。听清楚了吗？摸摸自己还有没有脸，有没有良心，说我们中国人是在进行仇恨教育。